大家好，我是 Joseph，现在赶快来更新一下2023年9月的交易记录啦。10月都快过完了，再不更新呢，9月就来不及更新，要换10月啦。那9月份呢，就是开学的疯狂季节，所以总是比较繁忙一点。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 Joseph 在9月的时候，交易并不是太多。那在交易的部分呢，我主要呢也是在一点高股息还有高成长这个地方。那9月份呢，总共是买入1828，那主要呢分的这几家公司。那第一个呢就是 ENB， 那 ENB 呢之前讲过，它不算跟能源想象中的。它不是跟提炼油相关的，它是一种 midstream，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做运输的这个部分。那我喜欢它呢，是因为它是加拿大的算是官股吧。那它负责运在加拿大跟北美附近的这个油气，所以呢，在 ENB 这个部分里面呢，它有独占性的这个优势。那几年前是有一些诉讼案，所以就在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呢，这个部分呢。有一些争议在，那目前是解决了，那公司还有一些并购案，那因为现在是一个投资债券的这个报酬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很多高股息的股票现在都挺惨的，那 ENB 也是其中之一。那我在这里呢买了20只股的 ENB， 那总价大概700。那 ENB 呢，我觉得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就是会继续买。那买了这个 SWKS， 它是跟半导体相关的，主要是车用的这个部分，它的成长比较高。那它有自己的市场，有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呢占据独特的地位，所以呢在这里面买了 SWKS。ABR 呢 Joseph 提过了，它是跟 mortgage rates 相关的，它是以这种房贷型的不动产信托基金相关的。那 ABR 呢之前很低的时候呢跌到10块多啦，那现在之前呢涨回16多，现在又跳回15以下了，所以忍不住了，在这里买了25股。那 ABR 呢之前提过了，它下一季度的财报呢可能不会那么好，因为它上一季度呢超预期了，所以这一季呢可能不会有上一期这么亮眼。不过 ABR 的经营团队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一部分经营的很不错。那 TSCL Tractor Supply 就是我单独拍过影片介绍这家公司。Tractor Supply 在10月份呢又跌了一点了，所以呢已经跌到200以下了。那在9月29这个部分呢 Joseph 是用 205.35 买进2股。那 AEP 是跟 utility 相关的，你可以看下面 Joseph 待会的介绍。在 AEP 的这个部分呢，是上次开的公用事业，它是跟电相关的，股价77，我觉得80块以下都挺不错的。在 utility 的部分呢，其实也跟之前说的一样呢，因为债券的利息，特别是短债的利息呢偏高，所以像这种 utility 的，它这种高股息的公司呢，就不受投资者的喜爱了，因为它可以去买债券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个公用事业啦，一些能源股呢就会跌得非常多。在这个部分呢，殖利率是 4.3%， 加上股息成长 6%， 加起来有 10.3% 呢，对 utility 的这个公司来说呢，算是挺不错的。所以呢，就是少少的先开个仓。那这是跟AEP 相关的，所以总共呢买的不多。那虽然9月份有不少的投资机会，我觉得10月份也还会有。10月份呢现在震荡的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还有非常多好的这个投资机会呢，我就慢慢买。在10月份呢，可能加仓的这个部分呢 ，SWKS 那现在还在110以下呢，估值大概在130，大概还有10% 的这个空间。
TXN 呢，德仪，我其实没注意到德仪为什么跌了这么多。那德仪呢，现在的价格呢非常好，那估值大概在190。那这个部分呢，科技你可以看其他公司来说，其实像微软。它这个部分呢，股价也跌了挺多的，虽然它不算便宜，我只能说它算是依照这个公司1年来呢，这个价格呢还算是可以的，所以如果像 Microsoft 里面呢合适的价格可能也会买。不过 Microsoft 的这种公司呢，有时候我都在财报前、财报后会做财报炒作的这个部分，那有时候也会用选择权看implied volatility 呢做一些操作的部分呢，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写 Microsoft 的部分。那 REITs 呢是投资者一直都喜欢的，因为它股息固定。那 REITs 呢，就是有点像包租公的这个意思啦。那 REITs Joseph 喜欢的这个公司呢，基本上都差不多。那 ABR 之前介绍过了，那也是这个月加仓的。下个月呢，我就再看一看吧。我是觉得涨到18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至于涨到18会不会卖呢？我觉得到时候再说吧。那仓位接近 4% 了，所以加也大概不会加太多。OHI 呢就是30以下才买，最近没有跌到。那 O 这个部分呢跌了挺多的，所以10月份我应该买了 O， 我待会再检查一下。SPG 估值在130以下呢，如果你不喜欢 O 的话 ，SPG 也可以考虑啦。那 AMT 也是可以缓慢加仓的。在通讯的部分里面呢，那现在我就没有加 T 了，我之前是加 NXST， 在这里面没有加，但是在10月的部分呢买了一点点。那 NXST 我觉得当景气顺风的时候很好，至于顺风什么时候来呢，我觉得就大家慢慢等待，那看到好的价格就要记得回榜。AMGN 在医疗这个部分呢，我其实已经在考虑卖出了。AMGN 这个股价不算便宜，它可以说在合理价偏贵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估值偏高，考虑卖出。那在这个里面呢，比较伤脑筋的就是现在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医药研发的股息成长股来投资啦。那之前有这个医疗的这个CI 这个股 Cigna， 那 Cigna 呢之前是说接近季线底下啦，赶快把握加仓机会啦，结果现在已经在300多了，所以呢好的股票跌下来呢，加仓的机会不太多。那 CI 这个部分呢是成长不错的，这只不过现在不算便宜了，只算合理。那有一个是MDT， 这个 MDT 呢 Medtronic 它主要是做医疗器材的，那之前有一些诉讼案，所以它有这个 FDA 的这个一些 warning， 所以在 MDT 的股价呢就受到一点点压力。那 MDT 呢 Joseph 的之前介绍的价格是在78、79、80，那现在又跌了 10% 了。那这个部分呢 MDT 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价格，估值我觉得在90多，所以大概有 20% 的这个空间。Pfizer 这个地方呢说过了，暂时不加。那工业的部分呢，这两个就大家自己看。金融的部分呢，这个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必须消费呢，如果真要说的话呢，就是 Altria 跟 SYY， 如果真的要加，就会考虑这两个啦。那非必须消费呢 ，BBY 我可能在10月的时候呢会买一点 BBY， 还有 Tractor Supply， 这两个都是我偏好的。那 VFC 呢就暂时不加仓了，因为又破底了，所以暂时不加仓。那能源呢 ，ENB 刚刚提了，其他的能源我还没有特别想买的。公用事业就是 AEP 跟 ES， 那原物料呢现在没有便宜的，这个是9月份的交易记录。我们来看一下月度的回顾。在月度的回顾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今年呢这个 portfolio 呢就像
没长进一样。虽然一直买，但是这个幅度呢其实差不多，但是之前还提领了一些出来。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 ，annual income 之前在这个7月、8月这里面其实是少了一点的。那现在又买了一些高股息的这个补回来。那整个 annual income 是5160，那整个 portfolio 的价值其实比8月的时候还少了一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只要能够持续的成长，那把时间放长来看，你就会看到这个的威力。那你看到 Joseph 开始记录的时候是2022年的2月，但是你如果这样一路上看上来呢，那之前有一些这个 portfolio 正式开仓的时候呢，也不是这个价格，所以 portfolio 像有一些我最近没有加仓的，但是股息也在慢慢成长的，这也让这个 annual income 呢会持续成长。只是我钱没有在投入，这个 annual income 都会持续成长，这就是股息成长的一个魅力啦。至于这个整个 portfolio 里面呢，只要你确定公司能成长，你的 portfolio 呢就应该能随着公司一起成长。那这个是Joseph 一直在努力做的，也是把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呢分享给大家，希望给大家一点激励。我的 portfolio 不算大，那也是没有人一开始就有很多钱的， portfolio 都是慢慢累积的，所以我会持续累积下去。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累积下去。我是 Joseph， 我们下一段影片见。